你有听过长头发的女生千万不要去做大怒神，因为头发很可能被卷入机器的传言吗？这个红极一时的都市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大怒神的都市传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从2000年代的初期台湾社会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都市传说，有很多人呢都会在网络上面警告长发女生做大怒神的时候一定要绑好头发，因为听说曾经有位长发女子在六福村游乐园搭乘大怒神的时候，头发意外的被卷入机器，导致头皮被扯下来，当场失血过多而丧命。而一旁的男友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除此之外呢，传言还指出，为了避免影响生意，游乐园还花了大把的钞票把消息压了下来，新闻才没有报。那虽然呢，六福村官方早就已经澄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起事件，但这个都市传说呢，仍然每隔几年就在 PTT、Dcard 等等社群媒体上面重新被提起，甚至呢，还有很多留言都指证立地的说，我朋友看过影片，我高中同学就坐在隔壁等等。作者谢宜安呢分析这则都市传说的由来，发现传说虽然是假的，但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却让这个都市传说不断的扩散。那到底为什么这个都市传说可以广泛的流传？故事流行的当下，台湾社会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今天就让我们透过特搜台湾都市传说这本书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科技日新月异，社会不停的变化，你的孩子准备好迎接未来挑战了吗？芒狗狗系列绘本用台湾在地故事培养孩子进步的品格和素养，帮助孩子建立适应未来的能力。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故事内容，将孩子熟悉的日常化为故事情境，让他们轻松找到连结，更好将观念应用在生活当中。绘本套组的丰富主题，涵盖了儿童阶段性发展所需，给孩子和家长全方位的成长支持。书内皆附有由专业顾问撰写的亲子共读指南，让即使是忙碌的家长也能够轻松的和孩子展开有趣的成长对话。现在官网购买绘本套组呢，通通68折哦，全网最低价，还享有未来新品7折以上的优惠。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产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点击资讯栏来了解一下吧。大怒神的都市传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的10月左右，当时他在很多人的电子邮件当中流传，据说是一位网友的朋友所经历的恐怖事件。作者认为呢，这个故事的细节精准传达出了恐惧，让人印象深刻。首先呢，本来应该充满笑声的游乐园发生了血淋淋的死亡事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再来呢，是平凡无奇的长发却意外的卷入机器，再加上头皮被扯下来，这个离奇的血腥画面，让很多搭过大怒神的人瞬间回想到机器落下的力道，很有代入感。最后是死者的男友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新闻却遭到了封锁。这种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不公平对比，更加强了民众传播讯息的动力。于是长发女生不要做大怒神，成为了当时众所皆知的警告。但其实这则都市传说是假的。随着传说的扩散呢，10月底六福村出面澄清。根据当时行销部科长的说法，大怒神的背板呢大约有80到100公分，而且背板到机器还有一大段的距离，除非游客的头发呢长达2到3公尺，否则头发根本不可能卷入机器。此外，联合报也报道，六福村发布声明，强调会依照诽谤罪追究散播不实谣言的行为。不过，这个都市传说呢，并没有就此停止。每隔几年的网络社群上面，总会有人发文询问：六福村真的有死过人吗？有女生做大怒神死掉是真的吗？底下呢，也常常会有网友留言回应说：我的同学说他看过影片，我高中同学说他坐在隔壁，我同学说他姐在现场等等。作者认为这个都市传说明明是假的，却还是可以不断流传，难以消失，很可能跟故事当中蕴含的2种恐惧有关。一个呢是游乐设施很危险，另外一个是资本大的游乐园会压新闻。而这2种恐惧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确实发生过。1990年代是台湾的游乐园的辉煌时期，当时还有所谓的369，分别指的是最具代表性的游乐园剑湖山、六福村以及九族文化村。1996年，六福村呢就有超过230万人入园，几乎是每10个台湾人当中就1个人去过六福村。而在1997年还有1998年这2年呢，全台40家游乐园的入园人次加总起来更是突破了1400万。可以想象当时的民众对于主题乐园有多么的疯狂。
但根据当时联合报的报道，在游乐园快速崛起的期间呢，各大游乐园也不断的发生伤亡的意外，包含了巴黎水上乐园有孩童被吸入水道丧命，新高乐园的摩天轮摔死人，桃园的螺旋飞车转断了游客的脊椎骨，碧潭的这个咖啡杯转盘呢夹伤了游客的脚，还有斗六天元庄的太空飞鼠导致游客锁骨骨折等等。那即使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意外游乐园的安全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光是在1999年呢，就发生了3起重大的游乐园意外。首先是报道最多的，在1999年耶诞节的前夕，高雄魔幻嘉年华的游乐广场有国中生在射击游戏时好奇爬上射击移动平台，却意外的被机器夹断了颈部，目击的同学呢还为惊吓过度当场昏厥。再来是呢，台北市的明德乐园有工读生在维修米老鼠汽车时，因为轨道上面有润滑油，他不小心踩到滑倒，从3公尺的高处坠落，颅内出血身亡。而最后呢是六福村的飞天魔毯事故，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细讲。那既然有这么多的游乐园都曾经发生事故，为什么传说的场景偏偏要选在六福村呢？作者认为这可能是跟六福村过去发生的2起重大事件有关。首先呢是1981年的老虎咬死3岁女童事件。当时呢有个3岁的小女孩跟着家人到六福村的野生动物园游玩，当车辆行驶到这个猛兽区的时候，车子出现了异状。女童家人以为车子即将爆炸，就赶快抱着女童下车，想要改坐到前面的车辆上。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呢，有一只老虎从10公尺外跳过来，趁着车门还没有关起来的空隙，就把女童给叼走。那好不容易等到管理员赶来驱赶走老虎，女童已经头骨碎裂，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这起事件让很多台湾民众余悸犹存，也让六福村在当时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危险游乐园的代表。除此之外呢，作者认为1999年发生的飞天魔毯事件也是关键。当时是2月刚好遇到春节连假游客最多的时候，而六福村筹备多时的阿拉伯皇宫也正在准备盛大的开幕。这个占地5000坪、斥资20多亿的园区建筑的风格非常的金碧辉煌，还有37个高低不同、造型不同的圆顶尖塔，最高50公尺的尖塔塔顶呢，甚至是用纯度9999的黄金打造。六福村呢，打算要用阿拉伯的异国风情来吸引游客。没有想到，在园区开幕的前5天，一位工读生呢在飞天魔毯设施工作时，因为站在危险区域内，被运转的机器铁臂击中头部跟胸部，当场丧命。但奇怪的是，作者谢一安查询过去的报纸资料库，发现在1999年的2月，完全没有任何一篇六福村的报道提到这起意外。作者强调，就算有呢，也一定是删除了六福村这个关键字，不只是现在无从查找，也让当时的读者难以辨识。当时的报道内容呢，大多都是六福村的阿拉伯皇宫如何的华丽壮观、金碧辉煌，而且呢，它也将以这个光鲜亮丽的姿态去迎接春节假期的人潮，丝毫不像是刚刚发生过死亡意外的地方。那一直到同年的6月检察官正式起诉六福村的相关负责人，媒体上面才开始有比较正式的报道。11月时呢，有2位工作人员因此被判刑。作者认为呢，可能就是这起飞天魔毯事故，让很多知情的民众相信游乐园有能力控制舆论，然后呢，再更加一步的强调大怒神传说当中六福村花大笔钞票压新闻的这个传闻，让这个都市传说能够持续的发酵跟流传。我们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有留长头发的计划说，小时候听到这个都市传说真的会超级害怕，毕业旅行要去六福村时呢，都会紧张兮兮很怕自己也会变成传说当中的主角。那我们觉得大怒神这个都市传说呢，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除了因为它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更因为它切中了大众的焦虑。游乐园应该是快乐的象征没有想到会暗藏风险，而大企业理应要诚实透明，却可能隐瞒事实，这些矛盾呢，都不禁让人感到不安。不过书中也提到，作者推测六福村呢，为了避免飞天魔毯的意外，就影响到年节的人潮还有钱潮，所以把新闻压了下来。因为如果对照其他意外呢，媒体都会大幅的报道，实在是非常的不合理。那么虽然也觉得这个质疑蛮有道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之所以很难找到报道，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例如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焦点可能集中在其他的重大事件，或是年代久远相关资料可能有缺漏等等。目前的证据可能还是比较难直接的证明六福村有刻意的压新闻。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这样的缺席确实会让社会大众产生疑虑，而这些甚嚣尘上的猜疑推论，可能就会不断的喂养大怒神的都市传说，让它经过时间发酵变得更加的骇人。
不过我们觉得这类都市传说或许耸动，但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是在提醒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游乐园的安全措施，避免悲剧再次的发生。最后，特搜台湾都市传说里面呢，还有介绍很多像这样子表面害人，但背后很值得深思的传说。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找书来看看哦。那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大家，看完这个都市传说的讨论，你对于游乐园安全还有信心吗？有哦，现代设施安全性应该很高。B 还是会有点担心哦，避免太刺激的游乐设施。C 没有信心哦，觉得还是有可能隐瞒事故。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大怒神都市传说。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幽灵船以及辛亥隧道女鬼。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